跟丈夫离婚后子判给了我。我不分昼夜的辛苦工作，就是想给他一个好的生活，却没想到儿子怨恨我穷，不仅私下里跟前夫联系，还偷走了他外婆的救命钱，把我气出心脏病，不到50就死了。重活一次，我看着面前的儿子，你确定不跟我吗？别后悔，从今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。那就好，我可以报仇了。我重生了。看着镜子里身材肥胖、脸色蜡黄、头发蓬乱花白的自己，忍不住失声痛哭。我今年44岁，看起来却像是60的老妇人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再为了白眼狼付出自己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，然后抹干眼泪。我换了衣服去徐成的公司。离婚，我要离婚。徐成在一家公司做主管，1个月3万多，年底还有奖金。他是农村出来的，跟我是高中同学。而我大学毕业后没找到好工作，他笑着说他努力养我，于是我就在家当家庭主妇，没工作，没存款，不敢向娘家伸手。现在想想，真是悔恨。热恋期，即便男人说的再好，也不要在手里毫无存款的情况下做全职主妇。我杀到公司，徐成正跟他那个小三在办公室卿卿我我。见我来，徐成眼里闪过厌恶。陈静，谁准你来公司的？快滚回家！你说加班就是搞外遇？我冷着脸问。其实我知道他有外遇，只是前世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小三已经怀孕。前世我在家庭冷暴力和长期扑饿下很自卑，觉得我这么丑这么胖，男人出轨也有情可原，只要他对孩子好就行。婚姻不就是这样，得过且过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现在我恨不得给当时的自己几巴掌。蠢货，真是十足的蠢货。我可以不完美，但这不可以是男人犯错的原因。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再说一遍，给我滚！徐成怒斥。小三有恃无恐地看着我笑。嫂子，你在这影响徐哥工作呀？你们搞外遇还谈工作？信不信我告诉全公司的人？我故意威胁。小三轻蔑一笑，你去呀。她是公司董事的表侄女，所以才敢这么大胆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吼出来，离婚！徐成，我们离婚！男人先是愣住，继而狂喜，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周末，两家人坐到一起商量离婚的事。房和车都是徐成婚前买的，贷款也都是他在还，跟我没关系。他带了律师上门，字字句句说我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工作，靠徐成养活，即便徐成在外边有情况，我也捞不到多少钱，暗示我识趣点。我平静开口，给我50万，房车我一律不要。徐成狐一看我，真的，真的，我只想快点离婚，不想跟你们一家多废话。我淡淡看他。婆婆在一边不满嚷嚷，50万，你可真会要啊，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要50万，把你卖了都不值这个钱，10万块钱还不够。我冷笑，可我为你老徐家生儿育女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这50万我一定要，不然我们就打官司走起诉，到时候让法官看看是我拿得多还是你儿子拿得多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哀，为所有的全职主妇悲哀。我们在婚姻中、家庭中付出的并不比男人少，可这部分隐形的付出根本没人能看见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徐成怕夜长梦多，也早就受够了我，同意了。现在谈谈孩子，你一个人再嫁也不可能，小泉就给你吧，我养娇娇，以后你还有儿子养老。小泉是2胎儿子，今年14，娇娇是头胎女儿，今年16。前世我含泪答应，因为我知道徐成和小三肯定还得生孩子，到时候不论哪个孩子心里会有疙瘩。如果不是我没能力，我一定会2个孩子都要走。但当时徐成保证的好，一定不会亏待娇娇。
而且娇娇虽说是女儿，也是她宠着长大的，她对女儿很好，所以我才答应。可没想到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。徐成这个丧良心的禽兽，把娇娇卖了38W 的彩礼。我深吸口气，还是看孩子的意愿吧，他们也大了。我看向儿子小泉，你要爸爸还是妈妈？14岁，半大小子了，被他奶奶喂得人高马壮，闻言嚷嚷，我要跟爸爸和小梅阿姨。谁要跟你啊，丑八怪！我都不敢跟别人说你是我妈，丢死人了。即便知道他会这么选，听到这话我也心中绞痛。这是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亲骨肉啊！娇娇沉默一会儿，我跟妈妈。徐成有些慌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爸，你不想要我吗？都说养儿防老，我是你儿子啊！小泉登时不满，撒泼起来。婆婆心疼得很，一把搂住他，乖孙孙，怎么可能不要你？谁不要你，奶奶都要你。小泉在婆婆怀里干嚎。我看见徐成皱着眉跟律师对视几眼，他匆匆起身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我轻轻抚摸着女儿的头发，去收拾东西吧，等会儿妈妈就带你走。娇娇含着泪回房间。徐成在外边在小三争执一会，脸色不太好看的回来，你真的不要小泉？这孩子出生的时候你难产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我心里恨得要命，他也知道是我难产生出来的儿子，为什么要出轨外遇？小泉，你爸不想要你，你小梅阿姨看起来也不想要，你跟我走吧，让你姐留下。我故意道。小泉大吼起来，我不行，我不要跟黄脸婆。爸，你别不要我。婆婆也着急起来，这大孙子怎么能不要？徐成，你疯了吗？我面上冷笑，他哪是疯，是清醒得很。等娇娇满18岁，就说给他农村老家的人拿着38W 彩礼去给小三和他的儿子上国际幼儿园和小学。可怜我女儿，成绩年级前100，大学上不了，被嫁给了个40多岁的老男人。这次我绝对要保护好我的孩子。徐成不知想到什么，答应下来，但是要我每月多给200块钱抚养费。我痛快地签了字。钱什么时候到账，我什么时候离开。徐成，你不至于这2天等不及吧？我问。他这时候倒是大方起来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过了2天，50万到账，我带着女儿离开家。小三就站在门口，抚着肚子得意嚣张地看我，嫂子好走。而小泉正在客厅里大呼小叫地打游戏，炫耀小三给他游戏里充的钱。妈妈，我可以先住校。到外边，女儿忽然低声道，娇娇，妈妈不会抛弃你，你不要怕，没有爸爸，妈妈会加倍爱你。我抱住她柔声道，前世我根本不知道娇娇被卖掉的事，徐成联合婆婆一直哄我，骗我说娇娇去外地上大学。我给她打电话，她也不敢告诉我，我偷偷给她打钱，她原封不动地退回来，我还以为她是恨我这个妈。后来我和娇娇就断了联系，再加上我没黑没夜地工作赚钱，到死才知道我的女儿这几年受了多少罪。我扭头看向家的位置，眼里恨意未消，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女儿转学，女儿成绩本来就好，学习也不用我操心，跟她沟通之后，趁着刚上高1，我给她转学到了最好的高中。娇娇，不要有压力，妈妈不求你出人头地，只求你健康快乐，所以你尽力就好，妈妈也尽力，咱们娘俩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我问。女儿重重点头，主动抱我，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努力。我先让女儿住校1年，一是现在高1还比较松快，二是我要带老母亲去看病调理身子，三是我要抓紧时间赚钱。50万看着多，根本不经花。我在艺高附近租了一个60平2居室的小公寓，然后开始捯饬自己。
我拍下自己的照片，发到小红书上，请各位姐妹帮我提建议。怎么护肤？用什么护肤品？怎么减肥？穿衣风格怎么改？同城有没有靠谱的健身房？照片一放出来，诚然收获了不少嘲笑和辱骂，但更多的是女性们善意的鼓励和帮助。姐姐，你可以去商城专柜找柜姐看一下肤质，我推荐去这几个牌子。我和姐姐同城，知道有几个专柜的柜姐态度很好，私信给你啦。姐姐底子其实不错的，减肥的话，先从规律3餐和控制食量开始吧，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，不要伤着身子。大体重减肥要小心保护膝盖和关节，可以先在家试试这几个健身 UP 主的视频，坚持跟练有效果，不一定要去健身房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姐姐都要稳住心态，不要被生活打倒。中国女人绝不认输。我一一感谢这些可爱的女孩子们，然后记录下来，认真去执行。我染了头发，去专柜化了妆，咬咬牙花了快1万买大牌护肤品，买了简单得体的新衣服，拍照上传，记录我的新生活。我回了一趟老家，把老母亲接来一起住，跟她说了我离婚的事。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初中时候父母离婚，我承认我缺爱敏感，不然前世也不会把日子过成那个样子。但现在我懂了，要自己爱自己。我妈哭着说对不起我，对不起2个孩子，我们娘俩抱头痛哭一场，心情反倒好了许多。我告诉她，小泉是自己不要我这个妈的，她觉得我又穷又丑拿不出手，不像小三，有钱又好看，所以这个儿子我也不要了。从今往后就你我还有娇娇一家3口好好过。我带着我妈去体检，及早检查出了良性肿瘤，我坚持手术治疗。妈，钱的事不用担心，你配合治疗就是帮我的大忙。医生也跟着劝，是啊，老太太，现在治是能痊愈的，你要是拖延，以后就是花大钱还要遭罪，还不一定能治好。安顿好我妈，请了护工，我开始想办法赚钱。我准备开小食堂。前世我就是摆摊卖盒饭，被婚姻家庭搓磨这么久，也就干家务和做饭能拿出手。可干家务为什么不能拿出手呢？几年后，家政团队可是供不应求。我本金没多少，准备先开小饭桌试试水。这附近有一高，还有个初中和市立机关小学，中午晚上开小饭桌正好。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，开始准备。我做了宣传单，买桌椅板凳、锅碗瓢盆，把2居室的大客厅收拾得干净明亮，墙上还贴了朱子家训、国学诗句等，还设置了图书角。我把收生范围先控制在小学和初中上，我怕收高中生，女儿在学校没面子，万一碰到同学或者校友怎么办？一开始完全是赔本在做，价格不比其他小饭桌高，但是菜色好，营养搭配，环境好，小孩吃1个月的菜都可以不重样。我另外开了一个账号，改名家家好小饭桌，用来记录工作。我深知营销和广告的重要性，所以小红书、朋友圈、B 站这些能打广告给妈妈们的地方，我都不会放过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前2个月我只能收5个小孩，名气打出去后，陆续有家长联系，现在已经有20个小孩了，并且我自己也在慢慢蜕变，从160斤，现在减重到了130斤。女儿每次见到我都要夸我又变漂亮。妈妈是最厉害的妈妈，我也要做最厉害的女儿。2个月30斤不算多快，但其中的艰辛只有我自己知晓。关注我个人账号的粉丝也越来越多。姐姐真厉害啊，执行力好强，每一个妈妈都是伟大的，姐姐加油！姐姐精神头好很多，一定可以回到那个最漂亮的自己。我感谢这些女孩们，除了个人问题，我还会问她们怎么跟青春期的女儿相处，现在的高中女生都可能会喜欢什么。我不想让自己变得过时，仍旧是围着灶台和孩子转。我想活出自己，更想跟女儿做朋友。我说过要给她双倍的爱，
既然给不了父爱，那就给妈妈的爱和朋友的爱。于是我接触到二次元的游戏、动漫、小说，接触到三次元的明星、爱豆、美妆。与此同时，我还问了正在上班的职业女性们，有没有什么技能是可以在家自学的。姐姐可以自学剪辑，你做自媒体的肯定用得到。还有办公软件和 PS 也可以自学。闲时练练字呢？上班人表示狗爬字真的很拿不出手 ，QAQ。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累，学的越多，我的脑子就更清晰，对未来满怀信心和期待。第4个月，我接到了第一个广告推广，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，我觉得我不该单打独斗，我要发展团队。我找到前世认识的几个人，拉他们入伙，跟我一起干小饭桌和家政。她们都是我摆摊时认识的女人，无一例外都是心底好又能干的苦命人。我们不怕吃苦，只怕这暗无天日的日子看不到头。在咨询过很多次律师之后，我注册成立了公司家好家政公司。同时在同一栋公寓里又租了一间公寓做小饭桌，开始收高中生。女儿很支持我，我妈妈是大老板呢，怎么会丢人？我笑了，为她，为我，为我的朋友们，我一定要成为这个大老板。离婚后5个月，我减肥到110斤，5个月坚持不断的科学锻炼、减脂、美容护肤，钱砸下去，听到了响动。我甚至看起来比真实年龄要年轻得多。我换上一条墨绿色的长裙，用卷发棒卷出复古的大波浪，画了一个熟龄气质妆，美美自拍。附文：要去给女儿开家长会啦！看着照片里的自己，我忽然鼻酸。这是我第一次去给娇娇开家长会，结果遇见了前夫。我怀娇娇的时候并不容易，婚后3年没动静，医院说我不易受孕。那个时候的徐成对我还是一片痴心，3年来家里催婆加催，都是他挡在我身前。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，天南海北的跑去看医生，中医、西医，各种车票药单病历本能铺满一墙。吃了1整年的药后，我在27岁的时候终于怀上。一开始就孕吐得厉害，整个孕期发胖浮肿，胖了40多斤，生产时又疼得死去活来，硬撑着顺产。婚后坐月子，我更是胖了10几斤，一下变得臃肿不堪。因为是女孩，婆婆只照顾了我月子，出月子就回老家去了。我第一次当妈妈，第一次带孩子，尽管做足准备，仍旧手忙脚乱。而徐成的真心，大概也在女儿夜半的啼哭和我日渐臃肿邋遢的形象前逐渐消失。他开始频繁加班出差，只是他对女儿却没得说。我那时也觉得自己丑不堪言，不能怪他不愿和我同房。更何况他当时每个月1万的工资，6000上交家里，2000给婆婆，2000留他自己1个月应酬花用。我怎么也不可能怀疑他出轨，2000块钱，哪个三儿睁不开眼，为了2000块钱抱上他？他只是不想见我而已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有的女人就是会倒贴。岁月永远宽待不负责任的男人。徐成一直年轻，再加上职位一点点提升，气质成熟温雅，很招小姑娘喜欢。我不知道徐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又一个出轨的，现在我也不想知道了。深吸口气，我拎着包出门。女儿成绩很好，即便是插班生，1学期过去，成绩也稳定在了一高的前200。按照以往，一本线是稳过的。在校门口，我遇见了徐成，他没认出来我，我以为他是给女儿开家长会的，毕竟这些年都是他，却没想到他是给小三儿表妹来开的。表妹跟女儿一个班，避无可避，况且我也从未想过要避，淡然地掠过他。我来到班内，找到女儿的桌子坐下，低头刷手机。新发的帖子里赞美声一片，家长们陆续落座。我看到徐成坐在了我右前方，看起来离婚后他过得不错。我早已删除拉黑他，一点关于他的消息都没有，
瞧着是意气风发。或许是升职，又或许是小三足够讨好。我勾了勾唇，很想知道小三这一胎是女儿会怎样，是男孩，婆婆在小泉和小孙子之间又怎么选？小三是不可能在家当主妇的，到时候婆婆又会怎么闹？我太期待了。家长会临近尾声，老师着重表扬了几个学生，其中就有女儿。徐成脸上惊讶，又怀疑是不是同名。在老师问谁是徐娇家长时，他犹豫着起身，在看到我时震惊失神。陈静，他不确定地喊我，我连个眼神都欠奉，浅笑着跟老师问好。老师也愣了，这位先生是娇娇的爸爸，前夫。我坦然开口。娇娇在转学来的时候就坦然地告诉了同学，她是因为父母离婚才来的。女儿如此有勇气，我又怕什么呢？该怕该羞耻的是徐成。他失神地望着我。陈静，老师笑了下打圆场，夸我一顿后，又提起小三表妹，问谁是家长。我看到徐成脸上划过一丝尴尬，但他马上表明身份，说是叔叔。老师跟他说了那女孩早恋并且成绩下滑的事，徐成脸上尴尬更重。也是，以前女儿家长会他都是去听夸的。结束后，我去跟老师表达感谢，然后准备离开，带女儿和妈妈去吃顿好的。陈静，静静，你等等我。徐成快步跟上来，拦在我面前，眼神仔细地打量过我，眸间泛起惊艳。有事吗？我淡声问。徐成有些恍神，变漂亮了。我嗤笑出声，眸光冷淡。徐成，不是我变漂亮了，是你把我变丑了。任何一个你不喜欢又离不开的地方，任何一种你不喜欢又摆脱不了的生活，就是监狱。现在我深切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。徐成神色一顿，如果你早早改变，我们不会走到这个地步。改变？为谁？为你吗？不值得。我更觉好笑，绕开他快步离去。没想到他不依不饶地跟上来，你为什么让娇娇转学？这么大事不跟我说一声？就算离婚了，我也还是娇娇的爸爸。我猛地顿住脚步，心里那股恨意压不住的翻涌，死死盯着他，哑声低吼：你还知道你是娇娇的爸爸？周围家长和学生纷纷看过来，我眼里的刻骨恨意让徐成心惊，他忍不住后退了一步。你什么眼神？徐成，我警告你，离我女儿远一点，她没爸爸。我警告你，不要来打扰我们母女的生活，不然你给我等着。我一字一句，抽身远去。一想到前世女儿的下场，我就恨不得把徐成卖去缅北，让他也尝尝滋味。我只恨他这一件事。前世识人不清，自怨自艾，婚姻劈裂不会是单独一方的错，我自己也有问题，可唯独这件事，我不能宽心。回家后，我更投入的工作。周末，女儿给我看她的手机，爸爸来问我关于妈妈的事，我没说，弟弟好像要转到一处。我心头猛地一跳，沉下声嘱咐女儿，如果小泉来找你，你不要理他，不管他要什么都别理他，尤其是不要给他钱，也不要答应他去什么地方，好吗？女儿点点头，我知道了，妈妈放心。小饭桌的规模已经达到100人，而主业打扫卫生的家政团队也已有雏形。我在现有客户小部分的推荐，免费试用，并且把打扫收纳的过程放在 B 站等地方宣传，引起了大几百万的浏览。我挑的地方都是那种比较脏乱的，这样前后收纳起来非常有成就感，也很爽。家政需求比我想象的要大，我急需人手，开始招聘新人，培训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而小三和婆婆他们也发现了我蒸蒸日上的生意。陈静，这真是你的公司？婆婆出现在店门外，惊疑不定地看。因着收的学生越来越多，我在学校就近租赁了2层商铺店面。我冷眼看着婆婆，
有事吗？婆婆吃惊地盯着我看半天，有些恼火地骂：你是不是偷偷转移财产了？我告诉你，陈静，你别想偷拿我儿子的钱。你一个10几年没上过班的老女人，怎么可能有公司？我轻蔑一笑：老女人，你睁开眼看看我老吗？你儿子这么精明的人，能让我转移财产吗？这一切跟你儿子1分钱关系没有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报警。婆婆恨恨地盯着我，没说什么走了。我又在门口多安了个监控，全方位无死角。果然，婆婆经常在这附近游荡偷看，似乎在找证据。过了2个星期，她带着小泉找到我，推搡着小泉：快去呀，去找你妈。我坐在2楼办公室静静看着。通过小三的微博小号，我知道儿子这段时间过得并不怎么样。我刚离婚，小三就撺掇着要把小泉送进寄宿学校，并且一改之前作风，不再给他游戏充钱，也不带他出去吃吃喝喝。我知道小泉在他那群狐朋狗友里的地位日渐下降，青春期的男孩最受不了丢脸没面子，几次3番跟徐成要钱，小三更厌烦他。我想小泉现在也该知道，小三并不是真心对他好。保安拦着2人不让进，婆婆在楼下喊，又趁着人多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天喊地，骂我贱人。哎呦，不活了哟！儿媳妇为了钱把儿子扔了，快来看看啊！就这家老板抛下亲生儿子，不管丢给老人养，每个月不给钱，自己穿金戴银，当什么网红，丧良心啊！这是他一贯的手段。我下楼，儿子见到我的时候，眼睛骤然瞪大：你是我妈？那个黄脸婆死肥猪！我冷着脸，抬手打了他一巴掌。以前是我对你太溺爱，但现在我也不是你妈了，对我放尊重点。他捂着脸，表情又变得凶狠，扯着变声期令人厌恶的公鸭嗓吼：你生我养我，不就是我妈？你得管我！就算你跟我爸离婚了，你也得给抚养费。还有，你婚内出轨，你得给我爸钱，不然我让我爸告你。婆婆停下哭嚎，聚光的小眼睛死死盯着我。我用可怜的目光看着亲生儿子，然后报警。警察来的时候，婆婆和小泉破口大骂得更厉害，撒泼发疯。正好，我还怕证据不够呢。现在他们扰乱治安闹事，妥妥走一趟。临走前，婆婆恨不得吃了我似的。我并不在意，回到办公室，好姐妹把录好的视频发我简单剪辑之后，加标题发出去。婆婆找上门了，教唆孙子要钱，我真的好累。这个时代，谁掌握舆论，谁就赢了一半。况且我经营账号已久，婚姻的点点滴滴早就公之于众，他们想撒谎也对不上。我等的就是这一天。一个被冷暴力破案10几年的家庭主妇，老公频繁出轨，终于离婚获得新生，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事业，还要被前婆婆污蔑威胁要钱。这是多好的热点新闻！评论区的人越来越多，知道我过往的也越来越多。徐成和小三的信息也被明察秋毫的网友扒出来，于是小三的账号沦陷，有人教我怎么给公司写举报信。徐成着急地给我打电话：静静，你能不能别在网上发那些视频？你妈不来找事，我是不会发的，管好你妈还有你儿子。我语气厌烦。徐成气息一滞：那也是你妈你儿子啊，我们是离婚，不是仇家。我妈不会因为我生女儿就骂我赔钱货老母猪，不会骂我老女人贱人。徐成，你别太可笑了，让我删视频就管好你妈和你儿子。我挂断电话。删？不可能，我还等着小三找上门。果然，我的评论区开始出现别的声音。我就好奇，他10几年没工作，一离婚这才半年就搞了个公司，支持姐姐独立，但平心而论，儿子终归是自己的，还是要好好疼儿子的呀。他这事业发展的太快了，要说背后没有团队，我不信。
现在营销手段太强了，离婚妇女这种人设真好用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她老公出轨，她能不出轨？她现在整这么好看，而且公司进进出出很多年轻男人哦，你们还不知道啊？这女的早在外边有人了，都在备孕了。造谣零成本。我仔细看了本城造谣我的账号，请人追踪 IP 地址，有一部分果然是小三发的，我都移交给了律师。然后静等舆论愈演愈烈，我个人的热度也越来越高，期间接了个护肤品的大单，又晒出了给自己买的新首饰，还和团队里的男性一起去健身房。第二天我们一起出入健身房的照片就放出来了。小三开通账号，造谣我婚前也出轨，各种 P 图有鼻子有眼的，并且发了很多我的丑照，很多是我奔波在路上买菜、接送孩子的照片，不修边幅，和邋遢的大妈无异。我只是平静地回复一句：你不该用这些攻击带2个孩子的全职妈妈。这一句话把我送上热搜。全职母亲近年来本就是大众议论热点，我的遭遇引起很多母亲们的共鸣和同情。她们无法忍受在自己全心全意牺牲自我为家庭付出的时候，丈夫出轨，并且还反过来怀疑他们对家庭的忠心。徐成开始电话轰炸我，要求我删除账号，静静算我求求你，我再给你20万补偿，咱们就不要发了好不好？他现在在公司风评影响都不好，不仅同事用异样眼光看他，而且领导也不喜这种风言风语，命他快点解决。我拒绝，20万我自己会赚，你让小三给我道歉，公开道歉，然后再也不来打扰我和女儿的生活，赔偿该有损失，我会考虑删有争议的帖子。徐成哀声求我，静静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20年，生儿育女，真的没必要走到这一步，人生能有几个20年啊？就算离婚，我们也是一家人，我会补偿你，但是也求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我忍不住笑出声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竟然还有脸说这种话，男人真的令人生理不适。我当然不可能同意，并且有意炫富。其实大部分都是品牌方送的，我的钱依旧紧手，而我想钓的人也没让我失望。姐，你儿子出事了。接到电话去警局的路上，我看着天空，恍惚间想到前世。前世我因为过度劳累，早早就弯了腰，白了头发，在臃肿的身躯也变得消瘦，只是为了让儿子的生活好一点。结果他高中开始就跟徐成小三联系，也是从高中开始，我经常丢工作，摆摊卖盒饭也经常被不三不四的人缠上，摔砸盒饭受伤更是常事，大概也都是小三受益的。直到他偷走了我妈的救命钱，让我妈在医院等死，在我眼皮底下咽气。我甚至不敢回想当时我的绝望。时至今日，我依旧会为小泉心痛，但不会再委屈自己。深吸口气，我走进警局，神色漠然。你好，我来领人。我领的当然不是杀人犯儿子。娇娇扑过来，妈妈。女儿怕得大哭出声。怎么会不怕呢？亲弟弟竟然带着人胁迫他，还想让人凌辱欺负他，拍照留存，以此威胁要钱。还好，我从得知小泉要赚取溢出之后，就派公司一个可靠的退伍兵哥盯着小泉。他今天正常跟着，发现小泉带着10几个地痞流氓跑去堵住了娇娇，兵哥偷偷拍下证据，在他们言语恐吓后，碰娇娇之前赶过去护住他。兵哥胳膊上被小泉砍了一刀，伤口不深，但确实是故意伤人。至于小泉想做什么，那群混混一进来就交代清楚了，还提供了聊天记录，表示他们之前根本不认识娇娇，全是小泉指使。我安抚好受惊的女儿，看向警察，不接受私了，我要起诉。律师告诉我，小泉未满16周岁，不一定好判，一般致人轻伤都不会判刑。我坚持要告，这是他亲姐姐。把前因后果和证据整理好发到网上，我留下一句话：
或许是我教育失败，但教育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情，在奶奶和爸爸的影响下，我已经尽力。我的女儿这么好，难道不是她奶奶不管，爸爸疼爱的结果吗？我的儿子变成这样，难道不是他奶奶愚蠢溺爱，爸爸不管的结果吗？至于我问心无愧。我本意不是想用舆论给警方施压，但我不想小泉无罪释放。他的手机上还有婆婆教唆他去找娇娇要钱，找我要钱的记录。该说小泉是自私还是精明？他也知道他未满16周岁没什么事，也知道如果出事了要甩锅给家里人。这件案子引起了当地的广泛关注。我拜托律师全权代理，暂时关了小饭桌和家政团队，给娇娇请假，陪着她还有我妈休养。期间徐成对我狂轰滥炸，到处找我，我不接电话回消息，他就去我账号评论区和私信里发疯。我关了私信和评论区，解释说在案子结束之前不再营业，对不起大家。舆论偏向我，不过也有不少说我很毒的。之前说我出轨背后有团队的造谣，我也全都起诉，律师函和健身房证明一出来，谣言不攻自破，这一家子都逃不掉。小三造谣我，婆婆和儿子蓄意伤害，至于徐成，家里出了这种乱糟糟的事，比杀了他还难受。他被辞退了，可想而知。这件事在本地热度很高，没有哪家公司愿意收他。原公司也火速发文澄清关系，听说小三在老家和家族群里丢尽脸面，被父母赶出家门，断绝关系。但这还不够，徐成手里有积蓄，我要他身败名裂，还要凄惨度日，他还得捞他妈呢，不然抛妻弃子，还要加一条丢下他妈。就算去别的城市，哪个公司不被调，他别想瞒。结果出人意料，徐成真的跑了。他上下打点，见找不到我，舆论又逼死人，他趁着小三回家期间，果断卖掉房子，卷钱跑路。小三回来后发现人没了，去找婆婆要钱要人，两人推搡互骂起来。小三流产，因为月份大了，差点死在手术台上。婆婆听说是个男孩，当场晕过去，再醒来已经有中风偏瘫的迹象。1个月后，案子结果出来，小泉被判了2年，这是律师和舆论努力后最大的结果。婆婆因为已经偏瘫，没有再加刑罚，不然教唆未成年人犯罪也要判6个月。小泉进去之前，我过去见他，我也几乎认不出他了。明明还是少年的年龄，却满眼阴翳，形容颓废。见到我，扑过来跪下大哭喊妈。妈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救救我吧，我不想坐牢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呜呜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轻声开口，真丑啊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丑八怪窝囊废蠢货呢？小泉愣住，我摇摇头，你不是我儿子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身后是小泉悔恨凄惨的哭喊，求我别走。外边骄阳正好，我的人生也正好。后继小泉进去后不久，婆婆就因为无人照顾去世了。小三不知所踪，不过她以后再也别想生育，甚至身体能不能恢复痊愈都是未知数。我母亲的病治愈，每天帮我看孩子，笑呵呵的很精神。娇娇走出阴影，更努力学习，高考时顺利成为本市状元。而我的身家已经超过了500万，准备带着工作和家，跟着娇娇离开本市，去更广阔的天地。去学校接受采访那一天，我穿着红色的旗袍，身姿窈窕，走向等待我的女儿和媒体。身后似乎响起2声痛苦呜咽的呼唤：静静，妈妈。我转身，街角蜷着2个脏臭的狼狈身影。我淡然回头，他们已经和我没关系。